西元1415年的年初，当英格兰国王亨利五世还在伦敦准备远征法兰西的同时，一场中世纪的国际大会在距离伦敦东南方790公里的城镇展开。而这场会议虽然解决了14世纪的各种问题，却让后续的几十年带来了新的混乱。而这场会议的名称就叫做康斯坦茨世俗大会。上一集我们有提到，14世纪的欧洲陷入了大混乱，黑死病的侵袭让教会权威崩坏，这也导致西方宗教大分裂。而在1409年，一群枢机主教在意大利的比萨选举出了一个全新的教皇，希望借此来罢免在亚维农与罗马的教皇，进而终结掉这场分裂。然而，这场秘密会议缺乏了权威来源，无法让各地的天主教徒信服，这也导致欧洲有了3个教皇：罗马教皇格里高利12世、亚维农教皇本笃13世以及比萨教皇约翰23世。3位教皇的存在也让这场混乱的风暴越演越烈。当欧洲各王公们看到这一场混乱的风暴，他们决定开启一场欧洲世界的大会，将这些混乱的问题一次解决。由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吉斯蒙德为召集人，与各地的神学博士、枢机主教、修道院院长、主教、大学代表，共同在帝国南方的城镇康斯坦茨召开会议。而这次的会议只为了解决当时的几个大问题。除了教会分裂以外，还有波兰、立陶宛与条顿骑士团的冲突，以及今天的主角杨胡斯。胡斯是一位波西米亚的农民之子，从小被送入修道院的他，也刻苦学习，并进入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布拉格大学，甚至在数年后任教于布拉格大学，还成为了天主教的神父与布拉格大学的校长。由于出生于底层，他十分希望波西米亚人可以接收到上帝的福音。然而，拉丁文复杂的文法与发音让这些农民无法有效的学习。胡斯的神学理论受到了英格兰的神父约翰·威克里夫所影响，他模仿威克里夫，将拉丁文圣经转换成本土语言，并为了本土语言发明了文字，利用这些简化的波西米亚文，让农民们可以让自己的语言来理解福音，并且他还将威克里夫的理论融合到自己的神学理论中。胡斯强调了圣经的重要性，并否认了天主教会的权威与运作模式，但这样的行为也挑战了天主教会的权威，因此教会高层警告了胡斯，不可以再宣传这类的异端邪说。1410年，对立教皇约翰23世继位，他继位后便宣布要对那不勒斯国王发动十字军东征，只因为那不勒斯是罗马教廷的保护者。然而东征需要大量的军费，因此约翰23世再度把眼光放到了赎罪券上面。赎罪券正式的说法应该叫做大赦证明书，在圣经中并没有这样的概念，它是天主教会借由代赎而衍生的宗教产品，本来也只作为教会建设用的收入，以及作为鼓励十字军参与圣战的奖赏。但约翰23世为了能发动东征，他开始在欧洲各地兜售赎罪券。当赎罪券的风气传到了波西米亚时，胡斯便撰写文章抨击，并公开反对赎罪券。由于先前的冲突以及这次反对赎罪券，天主教会对于胡斯愈发不满。虽然当时的波西米亚国王瓦茨拉夫四世尝试让双方和解，然而最终胡斯还是选择离开了布拉格，并成为了一个乡村的传教士。他在波西米亚乡村传播着他所认可的福音。简单的波西米亚文与胡斯的亲和力，让他吸引到许多农民信徒。这个风潮甚至扩张到波西米亚王国的四周。然而，这一切却让天主教会逐渐感到威胁。在有3位教皇分裂的状态下，又有新的教派诞生，并以非常快的速度四处扩张。如果不赶紧解决掉这个问题的话，可能天主教将会面临到永久的分裂。于是，一场鸿门宴在1415年的康斯坦茨召开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吉斯蒙德以自己的名誉为胡斯做担保，让胡斯愿意前往康斯坦茨参与会议，但前提是胡斯在康斯坦茨的期间不再举行弥撒或者向人们布道。然而，胡斯违反了协议，而反对他的教长们则趁机将其囚禁。虽然西吉斯蒙德迅速的介入并斥责了这些教长，然而这些教长们却也辩驳
身为天主教徒的西吉斯蒙德不应该履行对胡斯这个异教徒的承诺。在1415年6月5日，会议开始了。胡斯拒绝服从天主教会，并以圣经作为自己的辩词。纵使西吉斯蒙德想保住胡斯，却因为胡斯对自身信仰的坚持，而放弃了对这位异教徒的保护。在会议中，也有少数的贵族支持胡斯，但这无法阻止胡斯被天主教会判刑。于是，胡斯被剥夺了牧师的身份，并被戴上一顶高大的纸帽，在一群武装人员看守下带到了火刑场。最终，胡斯也在火海中被烧成了灰烬。这把火虽然烧死了胡斯，但却也点燃了波西米亚各地的怒火。波西米亚人抗议着罗马教廷的不公，甚至许多人联署要支持胡斯，并认为教廷不应该指责胡斯为异端。而我们今天这一集的主角杨杰士卡，在得知胡斯被处决后，他也加入到了胡斯派的游行之中。他们冲向了市政厅，并将国王的官员们丢出了窗外。当瓦茨拉夫四世得知这件事情后，或许是消息太过震惊，国王中风了，并在3周后离世。波西米亚王国正式陷入无政府状态，而直窗事件也触怒了新的教皇马丁5世。他在继位后立即对波西米亚发动了十字军东征，而原本应该接任波西米亚国王的西吉斯蒙德，也因为直窗事件与胡斯派起义无法接收波西米亚，于是他也参与了十字军东征中。至此，我们的故事背景胡斯战争正式爆发。在波西米亚国王过世后，陷入无政府状态的布拉格分别被杰士卡与瓦茨拉夫的遗孀各自掌控。当波西米亚王室与温和派胡斯教徒谈和，并要求激进派教徒从南侧的要塞撤离时，杰士卡对此非常愤怒，并率领了激进派信徒离开布拉格，而这群人也变成了胡斯派中激进的塔博尔派。塔博尔一词是指以色列北部的山，在新约圣经中是耶稣显圣的地方。塔博尔派敌视天主教会，认为这些阶级与规定都是腐败的，只有追随圣经的他们才是真正的使徒。而留在布拉格的温和派也转化成圣杯派，他们致力于在体制内改革，但不影响天主教会的阶级制度与礼仪秩序。离开布拉格的杰士卡一路向西，直到波西米亚最富裕的城市皮尔森。他预计与当地激进的胡斯派神父会合，并在皮尔森与周围继续增加信徒。然而，支持天主教会的保皇党与天主教徒则带着雇佣兵们以及贵族骑士们进攻了胡斯派村庄。杰士卡也发现跟着自己的人基本上都缺乏近战能力，于是他将城镇内的货车召集并重新组合，并在加固后的货车上安装火炮、火枪与铳口，这让拿着火枪的农民可以借由这些加固的掩体对敌人发动致命的火药攻击。于是，第一台中世纪坦克就此诞生，这也是世纪帝国中波西米亚保兵胡斯派战车的由来。战车的首次使用是在皮尔森北方的涅克米什堡垒，杰士卡只用了5台战车便击退了来袭的保皇党军队。但是随着保皇党的游击队持续南下，待在皮尔森的杰士卡无法有效防御，于是他们决定前往东南方的要塞赫拉蒂什要塞，并预计将其改名为阿博尔，以作为他们的根据地。当他们一路南下并渡过千尼茨溪时，杰士卡发现了追击他们的医院骑士团与一支名为钢铁领主的骑士部队。杰士卡利用了时间差，迅速地将战车部署到东侧的水池边，并搭建起了一座临时要塞。这个临时要塞让骑士们一时间无法冲锋，甚至这些全副武装的骑士还被手持长枪与连家的农民给击退。在抵达塔博尔后，杰士卡不仅加强了防御工事，还定制了更多的战车以及重型榴弹炮。而胡斯派信徒也在此成为了欧洲史上第一批拥有大量火药的部队。当杰士卡还在西南方招兵买马时，西吉斯蒙德与各地的十字军终于在西里西亚集结，并开始朝向布拉格进军。当布拉格遭到十字军围攻时，他们向杰士卡求援，而杰士卡也迅速地做出回应。
当杰斯卡的军队进入布拉格时，西吉斯蒙德已经在北方的平原扎营，而十字军占领了西侧的布拉格城堡与南侧的维谢赫拉德要塞，但布拉格城区则是由胡斯教徒所掌控。杰斯卡在了解战况后，立刻命令一批人前往东侧维科特夫山上的一座古老石塔，并加固了该处据点，以确保他可以控制东部物资出入的安全。1420年7月13日，西吉斯蒙德命令一批炮兵从东侧渡过了伏尔塔瓦河，并预计在斯皮塔菲尔地区部署火炮阵地。当炮兵仍在渡河时，杰斯卡率领了一批军队冲出了大门。这个疯狂的举动出乎所有人意料，但杰斯卡精准地抓到了时间差，在炮兵抵达阵地时便发动了攻击。本来应该保护火炮的步兵却来不及防御，最终溃败的十字军撤回了阵地，而杰斯卡也成功俘虏了几门大炮。然而西吉斯蒙德并未放弃，他在当天夜里下令十字军必须在夜晚秘密的到斯皮塔菲尔，并预计在隔日凌晨发动进攻。他们预计先抢下维科特夫山的高塔后，再发动对布拉格的攻城战。另外，他也让间谍潜入布拉格，让占据西侧与南侧要塞的十字军配合他的行动，一举歼灭胡斯军队。隔日，布拉格内的十字军主动出击，西侧与南侧的城区陷入了战斗。北方的军队则是封锁了东侧的补给，这些佯攻转移胡斯派指挥官的注意力。西吉斯蒙德趁着布拉格内乱时，命令了8000名骑兵袭击了维特科夫山。由于维克特夫山的山坡十分陡峭，这迫使十字军放弃他们的马匹，徒步进攻到山顶。但由于斜坡上的巨马与障碍物让这群士兵难以爬上山，加上胡斯守军的火枪射击与箭雨，60名胡斯守军硬生生地挡住了有8000人的十字军攻势。当布拉格城内的守军看到东侧的战斗后，将近50名士兵立刻跑向东侧支援。十字军爬上了山头，并持续进攻。在一阵混乱后，胡斯守军只剩下了26人，而他们的对手数量是他们的50倍啊！他们死命地用连枷与长枪抵抗着十字军。但在北侧的碉堡崩塌，而旧塔也被十字军所占领。十字军也借由自己的人数优势，快要压倒山上的胡斯守军。当十字军即将突破胡斯派的战线时，布拉格城内的混战结束了。杰斯卡率领了一批部队，秘密并快速地接近了维特科夫山，并从南边的葡萄园袭击了十字军。山顶上的十字军被困在陡峭的悬崖与胡斯派守军之间，最终他们被迫下山，并惊慌失措地撤退。当西吉斯蒙德看到十字军撤退，他知道这次的攻城战失败了，于是他宣布全军撤回北方阵地，并且往西侧的布拉格城堡中快速地举行加冕仪式，以证明他仍然是波西米亚国王。仪式结束后，西吉斯蒙德便率领军队撤离，而原本由十字军占领的西侧与南侧要塞，也在几个月后向胡斯派守军投降。这也代表着十字军对波西米亚的第一次东征彻底失败。然而，这次的失败让其余的帝国诸侯们十分不满，他们不承认西吉斯蒙德为波西米亚国王，并以莱茵选帝侯为首。他们再度发动了第二次的十字军东征，而这次十字军规模将比上一次更为庞大。他们分3路入侵波西米亚，东侧由西吉斯蒙德率领匈牙利与奥地利人进攻，北方则是由西利西亚与卢萨蒂亚的贵族率领，西面则是由科隆大主教与莱茵选帝侯率领。胡斯派虽然前一次的战役中大胜，但杰斯卡却在支援西南方的城堡拉比要塞时，他剩下的一只眼睛被一名弩手射伤。这位波西米亚军神在此战后变成了一位全盲的战士。西侧战线是从1421年的秋季开始的，莱茵十字军沿路占领并掠夺了许多的城镇，这导致胡斯派信徒聚集到扎泰茨。莱茵十字军数次围攻这座城市，但最终还是失败，而十字军的指挥系统也陷入混乱。部分贵族持续南下，而选帝侯却决定坚守进攻阵地。最终，西侧的攻势在一次胡斯守军奇袭后便败溃了，而东侧战线与北侧战线则是因为西吉斯蒙德需要准备女儿的婚礼而延迟。
到了冬季，匈牙利十字军与前来支援的波兰骑士扎维萨才终于控制摩拉维亚地区，最终他们将目标转向了银矿城市库特纳霍拉。当杰斯卡得知匈牙利十字军前往库特纳霍拉时，他急忙率军前往。由于这座城市是由圣杯派所掌控，一旦十字军给出相对优渥的条件，温和的圣杯派势必不会像是激进派那样的抵抗。于是，在1421年12月底到隔年1月，胡斯派与十字军在东侧战线相互打着游击战，最终十字军因为数次的败溃而撤回了摩拉维亚，而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也宣告失败。当强大的外敌撤离了波西米亚后，胡斯教徒原本因为团结而忽视的嫌隙，逐渐变成了他们之间的问题。我们前面有介绍到，胡斯派可以分为温和与激进派。温和派之中有不太反对天主教会的圣杯派，以及由贵族与议员组成的布拉格联盟。而激进派则是有非常多的派系，主要是反对天主教会的塔博尔派。他们预计让波西米亚脱离帝国，并让立陶宛亲王成为波西米亚国王。因为一次不明的原因中，塔博尔派与杰斯卡决裂。杰斯卡率领一批成员成立了更激进的东波西米亚胡斯联盟，而在其他的激进派中，甚至有共产主义者与一群坚持裸体生活的亚当派存在。可以说，激进派本身是由一群反社会者所组成，这也导致他们无法有效地整合自己的主张。在1423年，胡斯派面临到最严重的分裂，天主教会拉拢想要秩序的温和派，希望借此共同对付激进派，并在年底组成了圣哈威尔议会。哈威尔联盟开始追击杰斯卡的军队。在1424年的5月，他们将杰斯卡围堵到易北河边的城镇科斯泰兰茨。然而，杰斯卡仍在盟友的协助下，成功的从易北河往南撤退。最终，他逃到了东南方的马列绍夫堡垒。1424年6月7日，马列绍夫堡垒被包围。由于堡垒的位置在一座山谷之中，杰斯卡便将胡斯派战车部署在山谷。哈威尔联军发动了数次的冲锋，但是被杰斯卡的防御阵给阻挡。联军被迫以纵队的形式进入山谷，两侧薄弱的防御暴露后，联军便被山谷的杰斯卡军袭击。而逃出战场的士兵则是造成后方的恐慌，居然使得联盟分崩离析，天主教徒与圣杯派各自逃回了布拉格。杰斯卡的军队一转攻势，他们占领了周围的城镇，并前往布拉格。原本杰斯卡想要处决这些他心中的叛徒，但在一名牧师劝说后，杰斯卡打消了原本的计划。布拉格重回塔博尔派的控制下，看似胡斯派的内战也终结。但在3个月后，胡斯派远征摩拉维亚地区时，杰斯卡因为受伤化脓，引发了败血症，最终在1424年10月11日，一代波西米亚传奇英雄死在了普日比斯拉夫城堡中。而据说杰斯卡在死前告诉了身边的信徒，他希望在他死后，信徒可以剥下他的皮，并制作成一枚战鼓，好让他在死后继续引领这些信徒向不公的天主教徒奋战。而这些信徒在杰斯卡死后，将原本的组织改名为孤儿兄弟会，并自称自己为孤儿。然而，胡斯战争并没有因为杰斯卡的死而终结，但缺乏精神领袖的胡斯派很快的在几年后分裂，部分胡斯教徒失望的离开波西米亚，并成为了波兰与匈牙利王国的佣兵。而留在波西米亚的胡斯派信徒也在新的领袖圣普罗科普的带领下持续抗战，而他们的结局如何呢？那就是另外的故事了。好了，我们今天的故事就到这边。各位觉得今天的故事如何呢？世纪帝国的波西米亚战役是所有战役关卡中可以说是最优秀的一批战役关卡。杰斯卡的一生虽然短暂，但也影响了波西米亚的政局，也为了未来种下了一颗种子。这颗种子也在500年成长开花，变成了现在的捷克。感谢各位看到这里，有任何疑问或者是建议，欢迎大家留言。各位也可以猜一猜我们下一集的主题会是什么哦。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观众朋友们，记得点赞、订阅、分享。我是韦恩，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一集再见，大家拜拜。